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在新加坡，买一辆车可能要花掉一套祖屋首付的钱 ，COE 十几万新元，路税、保险、停车费一样不少。但即便如此，每天早上7点半，只要你上了 PIE， 你依然可能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慢慢往前挪。奔驰在赌，宝马在赌， Grab 在赌，货车在赌。无论你开什么车，在 PIE 面前，所有人的时间突然变得一样昂贵。而更有意思的是，这条让无数新加坡人每天抱怨的高速公路，其实也是新加坡过去45年经济奇迹背后最重要的一条生命线。它叫 PIE 泛岛高速公路，全长42.8公里，横贯整个岛国。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条路，但事实上，它改变了新加坡人的上班方式、买房逻辑、机场布局，甚至重新定义了整个国家的时间成本。把时间拉回到1970年代，你会更明白 PIE 为什么重要。那时候的新加坡，西边是玉郎工业区，吴庆瑞硬推出来的项目，当年很多人根本不看好，觉得那就是一片沼泽地。东边则是正在筹备中的樟宜机场，准备接替巴耶利机场，成为国家新的空中门户。一边要工业，一边要空运，如果东西两端不能被快速连起来，工人、零件、货物、出口订单全都会卡住。对一个没有腹地的小国来说，这不是堵车问题，这是生存问题。所以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时候，还是决定砸钱修 PIE。最难的不是钱本身，而是地。新加坡不少地段下面是海洋粘土，特别是在大巴窑、黄埔、培尔顿水道一带，地下软土层可以厚到30-40米。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大块吸了水的豆腐。重型机械一压，地基会沉，排水不稳，周边也可能受影响。这种地修普通道路都麻烦，更别说修一条横贯全岛的高速。当时工程团队用了很前沿的地基处理方法，包括垂直排水带、预压处理、大规模换土，再加上大量桩基，把软弱地层一点点稳定下来。说白了，就是先逼地下的水排出去，再让土地慢慢做实，最后才敢把真正的路压上去。1981年7月1日，樟宜机场启用。同一天 ，PIE 最后一段延伸至机场之路的路段也完成贯通。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条高速，它代表新加坡第一次用工程能力硬把自己的地理短板压了下去。没有腹地，那就自己造出一条可以替代腹地的国家通道。但路一旦打通，接下来改变的就不只是交通了。PIE 最值得拆的地方是它表面上对所有人开放，实际上却把不同阶层的成本算得非常清楚。先看富裕群体。PIE 经过5级之马、亚当路这些传统高端住宅带，住在这里的人愿意为时间付钱，买车要付高 COE， 日常还要扛保险、停车、ERP。对他们来说，路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配置。但 PIE 很残酷，因为它会提醒你，花钱不等于能买到通畅。早高峰一到，哪怕你开的车再贵，到了亚当路、史蒂芬路一带，该并线还是并线，该慢下来还是慢下来。你买到的是进入系统的资格，不是对抗拥堵的豁免权。再看中间层和靠路吃饭的人，对 Grab 司机、小商贩、跑业务的人来说， ERP 不是抽象政策，是每天都要算的现金流。早上多过一个龙门架，可能就是几块钱没了。对高收入者，这点钱也许只是顺手买杯咖啡。对一天要跑10个小时的人，这就是利润被切掉一块。所以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同一道算术题：是早20分钟出门，省掉 ERP， 还是赌一把晚一点上路，结果堵在免费小路里，迟到被扣钱，单子也接不上。再往下看，是最辛苦的一层。每天清晨从乌兰霍大市过来的马来西亚摩托车骑士，很多人是跨境通勤的蓝领。他们把 PIE 当成养家通道，下雨也得骑，天没亮也得上路。车缝里那种高速穿梭，看着惊险，背后不是耍帅，是时间和收入都被压到很紧。所以 PIE 很矛盾，它是最平等的空间，因为大家都会赌。
它也是最不平等的空间，因为每个人被堵住以后，损失完全不一样。而这条路真正厉害的地方，还不只是在车上，它甚至改写了地上的房价和祖屋命运。很多人谈 PIE， 只谈堵车，这是看浅了。真正要看的是这条路怎么参与了新加坡的土地定价。1971年，新加坡做出了第一版全国性的概念规划，核心思路很清楚，不让城市无序摊开，而是用新镇加快速路网的方式，把人口、就业、交通、公共设施一起组织起来。这套逻辑后来非常成功。你今天熟悉的大巴窑、雾洛、玉郎溪，很多都不是自然长出来的，而是被规划出来的。更关键的是，这些新镇并不是随便摆，它们被放在能接入主干道路网的位置， PIE 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你可以把 PIE 理解成一个价值放大器。45年前，很多沿线区域在上一代眼里还偏得很，离市中心远，工作机会也不集中。可一旦 PIE 把这些地方和工业区、机场、港口、中央区压缩到可接受的通勤时间内，土地的意义就变了。原本只是住宅区的地，变成了有可达性溢价的住宅区；原本只是边缘地带的祖屋，变成了可以承接就业、教育、商业配套的成熟社区。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很多祖屋资产增值的底层逻辑，不能只看楼龄、装修、学区，还要看交通连接，尤其是那种既能快速切入 PIE， 又有地铁、巴士、商业中心配套的节点，价值会被反复放大。所以 PIE 不是简单的服务祖屋，它其实参与了祖屋财富的形成过程。很多家庭以为自己靠买对房子完成了阶层跨越，但如果往后退一步看，真正先把舞台搭起来的是国家级路网。问题是，这套模式跑了几十年，今天也快碰到天花板了。PIE 走到今天，最大的矛盾已经不是要不要再修，而是根本没有多少空间再修了。新加坡现在的总土地面积，经过多年填海，大约730多平方公里，听起来不小，但真正摊到交通、住宅、工业、军用、绿地、蓄水区，每一块都很紧。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数据是，陆路交通相关用地，包括道路、高架桥、停车设施，已经占到全国土地面积大约12%，这个比例非常高。拿来对比更直观一些，全国住宅用地的占比也就大概14到15个点，也就是说，新加坡已经拿出了接近一整个住宅板块的土地规模去维持地面交通系统。你不可能再轻松拨出第二个12%继续修路，没有这个空间。PIE 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过去45年，它不断拓宽、加辅道、做匝道优化、做路口改造。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高峰时段该堵还是堵。因为交通有个很硬的规律，路一变宽，短期会舒服一点，但很快就会吸引更多车流回来，最后拥堵重新出现，只是位置和时间段发生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这些年越来越明确地推动 Car Light， 不是因为政府突然不喜欢汽车，而是因为物理上真的撑不住。所以接下来政策重点一定不是继续纵容更多车上路，而是更精细的计价、更强硬的引导出行方式。ERP 2.0 就是这个方向。以前你看得到龙门架，知道自己过了哪一关被收费，现在系统逐步转向基于卫星定位和车载设备的模式，逻辑已经不只是过门收费，而是更接近按使用程度来管理道路资源。这背后的意思很直接，未来政府要管理的不只是你有没有上 PIE， 而是你在高拥堵时段占用了多久，跑了多远，给系统增加了多少压力。看得见的铁门会慢慢消失，但路权的计算只会更细。与此同时，像跨岛地铁线这样的轨道项目会承担更强的分流任务。地面这套系统已经接近极限，接下来只能靠地下网络把人吸走。那问题就来了，对普通人来说，这种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今天还把 PIE 只当成一条高速，那你很容易看漏新加坡最核心的一层现实。这条路老了，路面一修再修，标志一换再换，系统也从修更多路转向算更细的账。它的变化
其实就是新加坡治理逻辑的缩影。先用基建打开局面，再用价格、规则和网络把系统锁紧。对普通人来说，适应未来不是抱怨堵车这么简单，而是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半径。你住哪里？工作在哪里？通勤是不是必须靠车？能不能把时间错开？能不能接受地铁加接驳？这些都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未来最贵的不一定是车本身，而是你持续占用稀缺道路资源的成本。但 PIE 又不只是冷冰冰的政策样本，它承载过一个国家最拼命的年代，也承载过无数普通人的日常。有人在这条路上赶去机场接订单，有人在这条路上跑夜班得事，有人在暴雨里骑摩托回家。一条泛岛高速半部师成历史，这42.8公里上流动的从来不只是车，而是几代新加坡人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这个城市不断往前赶的时间。看懂 PIE， 你会更明白新加坡的光鲜背后，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精密计算、长期取舍，还有很多人日复一日扛出来的秩序。你和 PIE 之间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是哪个 ERP 最让你心疼，还是哪一次下错出口让你绕道怀疑人生？留言区告诉我。我是阿明，我们下期接着看师承。